林野，你小子长了几个胆子，没有操作证敢私自碰进口机杯？王主任，这台机床昨天夜班是你外甥开的，主轴承早就发热异响了，我刚才只是路过，连电源都没碰。放屁！一车厢几十双眼睛看着你站在这儿，这锅你不背谁背？三沟判你10年了，保卫科的人马上就到，你准备去蹲大牢吧？这年头铁饭碗都快保不住了，谁敢出头得罪有背景的车间主任？这小伙子算是栽了。小林啊，跟我来一趟办公室。3万块的巨额损失，厂里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你是个孤儿，野路子出身，手上的技术确实不错，进去了这辈子就毁了。厂长，这不是我干的。是不是你干的？现在证据都在你身上。不过我给你指一条明路，我有个大女儿叫苏静，早年发烧薅，视神经坏了，是个法定盲人。这事儿厂里没几个人知道。你把她娶走，带着她离开机床厂，以后不要再踏进这里。只要你在自愿离职和保密协议上签字，机床的事一笔勾销。传闻苏建国马上就要高升去市里任职，一个瞎了眼的女儿是他履历上完美的污点。借着机床报废的局，既除掉我这个总爱指出技术漏洞的刺头，又名正言和甩掉了累赘。拒绝是10年牢狱，答应便是在这下岗潮中慢性死亡。行，我娶。你就是林野？是。不用。以后这床你睡，我打地铺。苏建国把我逼到了绝路，你也一样，咱俩现在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我林野没别的本事，但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不会饿死你。风扇的转子轴心偏了0.02毫米，准灸少了1颗，再转半分钟，线圈就会烧掉。你怎么知道？太吵了。你懂机械？我爷爷是第一机床厂的初代总工，我10岁之前视力还有微弱的感光，他教我看图纸。后来光感也快没了，他就教我听，教我摸。苏静，你帮我听听这个。通电，不要超过3秒。手动盘车，转2圈。定子第3项浆组有轻微短路，但这只是表象，真正的致命伤在内部减速机。有人修过这台电机，用国内的齿轮替换了原装的德国货，齿距不对，咬合有0.15毫米的间隙，高频运转下不仅会产生异响，还会让纠具直接卡组。有救吗？有，把减速剂拆开，把那个国产齿轮的第3到第7个齿，用锉刀手工打磨掉0.15毫米的倒角，然后重新绕第3项线圈。重了，轻一点。偏左1/3，再锉一刀。通电。这台德国电机在现在的黑市上至少能卖800块。苏静，你不是包袱，你是无价之宝。苏建国那个老王八蛋根本不知道自己扔了什么。我饿了。好嘞，你等着。原来的那个锰钢底座磨损太严重了，走在水母箱地上容易滑。先凑合吃点，等我今天把电机卖了，晚上带你去下馆子吃红烧肉。林野，以后不要叫我废人，我是机械工程师苏静。好，苏工，从今天起，这天下掉下来的破铜烂铁我来捡，大国重工的图纸你来画。哟，这不是咱们一车间的背锅侠林野吗？
听说你昨天为了不坐牢，把厂长家那个闺女给领回家了，怎么着，林野？晚上关了灯，摸这个瞎子感觉怎么样啊？是不是连口软饭都吃不明白？今天还得跑来卖破烂儿？赵老板，原装德国德玛格4伏电机，转子和渐速器全修复，误差不超0.02毫米，800块，收不收？800块？你想钱想疯了吧？就你那个初中毕业的野路子，里面的减速齿轮错半个毫米都会直接卡死。你要是能修好，我刘强今天把这柜台啃了。林野，大家都是街坊，你拿个废铁壳子来消遣我？这玩意儿我之前找3个老师傅看过，里面齿轮全咬死了，根本没法弄。通电试试不就知道了？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出丑。好手艺，神了，真是神了！林野，你小子深藏不露啊！这活干得比德国原厂还漂亮。800块，一分不少，这电机我收了。你刚才说要啃中台，从哪边开始啃？林兄弟，留步！你手艺这么绝，敢不敢接个掉脑袋的大活？说。省一纺织厂中外合资的那个大盘子，听说过吧？他们那台进口的德国江沙机前天突然到机了，全厂停产，一天损失10几万。国外工程师出诊，张口就要4万块出差费，而且还要排队等半个月。当时厂长急得焦头烂额，直接放了话，市里不管是谁，只要能把这台机器修好运行起来，当场兑现1万块现金奖励。这活没人敢接，修坏了可是要赔钱的。但刚才看了你这手艺，兄弟，你要是敢接，我照4给你牵线，事成之后我只要1成介绍费。这活我接了，但我一个人不行，我得带我的总工去。我回来了，吃饭。电机卖了800，以后咱们不用饿肚子了。除了吃的，你还买了别的东西？你身上那件风衣昨晚淋了雨，沾了潮气，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在百货大城看着买的。谢谢。先别急着谢我，吃了这顿好的，咱们得干活了。苏工，省一纺织厂德国进口大型江沙机，1万块钱的悬赏，敢不敢玩一把大的？只要你是我的眼和手，只要他有图纸，我就能让他转。孙厂长，德国那边的传真回了，汉斯工程师说，这是核心电控板和传动系统的综合故障，他飞过来要半个月，机票、住宿加上按小时计算的敲绣费，预估得4万块，而且修不好不退钱。4万块，抢钱啊！厂里压着10万笔急等交付的外贸部，晚一天违约金就是3万。半个月后，咱们全厂老少都得去喝西奶霜。赵四儿，你他妈疯了是不是？老子在这儿火烧眉毛，你给我找来一个毛头小子，哼，还带个瞎眼的女人，你耍我呢？简直胡闹！这可是德国最尖端的光电一体化设备，全省的技术骨干都束手无策。你找2个叫花子来碰运气，碰坏了核心板，把你们俩卖了都赔不起。孙厂长是吧？这机器停一天，你损失3万。我们今天要是修不好，分文不取。要是修坏了，我林野这条命压在这儿，随你处置。但如果修好了，1万块悬赏，少1毛都不行。好，我看你们怎么修！全工，给他们腾地方。苏工，到地方了。图纸，这份图纸全部是德文标注，还是复杂的3维轴色图，难度极高。这专业图纸你看都看不见，你还能摸出来？念。主传动系统图，主电机功率15千瓦，通过多肤带连接1级减速箱。跳过外围，直接看行星齿轮组的装配半插和润滑油路走向。
清场，通电。不能通电，一通电主轴就卡等，强行通电会烧坏电控板的。如果连故障的声音都不敢听，那你们还是等着德国人来给你们收尸吧。听他的，通电。不管掉。3、2、1，断电。钱科长说故障在电控板，大错特错，电控系统完全正常，他是因为检测到了异常阻力才启动了保护性锁死。真正的故障在这个1级行星减速箱里。不可能，这个减速箱是德国原厂密封的，里面注满了特种润滑油，我们平时连盖子都不敢开，怎么可能坏？正因为你们不敢开，所以才查不出原因。减速箱内部第2级行星架的第3个行星齿轮，其润滑油槽被异物堵塞了，这导致局部温度过高，齿轮发生微膨胀，死死卡在了内齿环上。我甚至能听出那个异物不是普通的铁屑，而是一小块脱落的铜质地片边缘，厚度大约在0.3毫米左右。荒谬，简直是天方夜谭！孙厂长，您千万别信他，这减速箱一旦拆开，密封性就被破坏了，德国人绝对不会再给我们保修。孙厂长，破产还是翻盘你自己选。拆！出了事儿，我嫂孙一个人顶了。好嘞。去掉。这不可能，这不符合科学。孙厂长，这机器我们修了，1万块的现金，麻烦你现在就去财务室准备了。铜屑取出来了，但这齿轮已经废了呀！这可是渗碳淬火的高硬度合金齿轮，表面一旦受损就不均匀，就算现在勉强装回去，用不了半天还得卡死。谁说要装回去了？林野，你的工具包里有1200目的金刚砂纸和油石吗？有。把那颗受损的齿轮单独拆下来，左侧齿面，顺着原来的受力角，手工打磨掉0.05毫米的余量，做一个人为的微小让位。只要避开最高受力点，剩下的结合面足够支撑传动扭矩。手工打磨高硬度合金，还要精确到0.05毫米，这不可能，手工根本控制不了这种精度。你做不到，不代表他做不到。林野，动手。得嘞，苏工。中了，偏下。可以了，换砂纸抛光。孙厂长，找个人来按开关吧。赚了，赚了！出沙了，各项指标全部正常。兄弟，神医呀！你和这位女同志是我们全场1000多口人的救命恩人啊！孙厂长客气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1万块我们要现金。对对对，现金！钱工，快去财务科，让他们把保险柜打开，拿1万块钱出来。不，拿1万2，多出的2000算我老孙私人，感谢2位专家的车马费。赵老板，说好的1成介绍费，多出来的200，算我请你喝茶。林兄弟，不，林爷，以后在西郊，您有事一句话，我赵四赴汤蹈火。苏工，活干完了，咱们回家。今天为什么最后要多退2000块？怎么，心疼了？我不缺那2000块的野心，但我知道怀璧其罪的道理。省一纺织厂是块肥肉，孙厂长也是个场面人，咱们拿走1万，那是咱们应得的悬赏，他给的心甘情愿。但要是连带那2000也拿了，就成了趁火打劫，这人情就断了。我们要赚的不是这一锤子买卖。我要孙厂长记住，我们有真本事，而且懂规矩，以后省一纺织厂的所有外包维修和零件代加工就都是咱们的了。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做得对。
苏静，摸摸。你刚才在车上说，要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你想自己干？对，这几年南方的合资厂、私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国营老厂虽然技术落后，但也是个庞然大物。市面上最缺的就是高端的精密机械维修和飞标零件加工。这1万块钱，我不想去买房，也不想存银行，我想用它去城北工业区租个废旧仓库，买几台2手机床，弄个咱们自己的机械加工车间。第一机床厂现在半死不活，苏建国那个王八蛋光知道搞权力斗争，底下的老手人都快饿死了。我要把那些有真本事的8级老钳工、老车工全挖过来，我来跑业务、搞管理，而你来做总工程师。只要有你在，国外的技术封锁算个屁！这世上就没有我们修不好的机器，没有我们造不出来的零件。我们的车间叫什么名字？就叫星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这里有一套改良版的多轴联动数控床底座图纸，比目前一机厂用的精度高出30%，加工难度很大，你需要至少3个7级以上的车工。星火，我喜欢这个名字。明天去租厂房。1万块钱在94年能买1000斤猪肉，能买2台大屁股彩电，但在我手里，它变成了一座300平米的厂房和3台2手老式插床。而这间一尘不染的玻璃屋，是我给苏静准备的绝对领地，万事俱备。星火现在最缺的是真正懂技术的高级技工。是你小子，听说你被苏建国那畜生开除了，还替他背了3万块的黑锅。怎么，今天跑我这儿诉苦来了？我可没钱借你，厂里已经3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不借钱，我来给您送钱。老李叔，苏建国只顾着往自己兜搂钱，把厂子掏空了。您这身8级钳工的绝手腕，难道就打算跟着这破厂子一起烂进棺材里？哼，你小子别激我老李再落魄，也不去外面那些私人草台帮子造假冒伪劣的零件，丢不起那人。老李叔，您先看看这个，再说我那是不是草台班子？这是改良光叉标注，这进刀路线的设计，天才，这绝对是天才，比当年老苏总工的设计还要精妙。这是哪个研究院的大拿画的？画这张图的人，现在是我星火机械的总工程师老李叔。来我这儿，底薪500，按件提成。我让你造的全是这种大国重器级别的精密件。干！有这图纸，有这手艺，我老李这条老命卖给你了。我还能再叫上老赵和老王，他俩一个是7级车工，一个是6级钳工，现在都在家待业呢。全要了。明天上午8点，城北星轰机械见。秦野，你他妈耍我们！你说的总工就是厂长家那个瞎了眼的大闺女，你让我们3个加起来快200岁的老把式听一个黄毛丫头，而且还是个瞎子的指挥。林野，看在图纸的份上，我当你是个人物，但你拿技术当儿戏，用个废人来折辱我们，这活我们干不了。走，站住！一机厂原来就是这种作风，技术不行，脾气倒是不小。你说谁技术不行？老子玩车床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老子闭着眼睛车的螺纹都比你们买的国标件强。是吗？那你去开机，空转3分钟。哼！主轴卡盘正向跳动误差 0.03 毫米，你左手边的刀架底座左下角的固定螺丝松了半扣，另外尾座套孔里夹了一根金属废屑，长度大约2毫米。你连摸都没摸，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台机器的轴承滚丘磨损不均，声音里有极为轻微的高频杂音，频率正好对应卡盆的转速，刀架松动会导致共振频率改变，听起来很明显。至于尾站，套筒内部的空腔回音不纯，连机器的基本状态都听不出来，盲目自信，骄傲自大。你们如果只有这点本事，确实不配看我的图纸。门在那边，不送。苏总工，是我们3个老家伙有眼无珠。从今天起，星风车间您指哪儿，我们3个老骨头就打哪儿，绝无二话。各位，寒暄到此结束。省一纺织10套定制飞标齿轮，材料已经在路上了。我要你们在3天之内，按照苏总工的图纸，把这些高硬度合金全部啃下来。干不干得下来？干得下来！厂长，那个林野确实带着苏静搬到了城中村的破平房，估计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绝不会影响您下个月调任市里。做得干净点。那个苏静活着就是个随时会引爆的地雷，只有死在外面或者烂在泥里，我才能睡个安稳觉。姐夫，不好了，李
长山、老赵他们几个8级、7级的老家伙，今天全去办了停薪留职。我打听了，他们全跑去城北一家新开的机械作坊干活了。而且听说省一纺织厂孙厂长本来要交给咱们厂的那批10万元大订单，也直接飞了，全部包给了那家小作坊。什么作坊这么大能耐，敢挖我的墙角，抢我的单子？听说叫什么星火机械，老板叫林野。林野，那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泥腿子，弄了个什么星火机械，就把咱们厂的台柱子全挖走了。孙厂长是不是老糊涂了？10万块的外包单子交给几个下岗老头和一个毛头小子去干，他们懂个屁的德国技术。姐夫，千真万确啊！我托人去省一纺厂打听了，说是那个林野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个蒙着眼睛的神秘高手，连机器都没拆，光听声就找出了德国江杀鸡的毛病。现在孙厂长把他们当活神仙一样供着呢。神秘高手，我那个连生活自理都没劲儿的瞎眼废物女儿，绝不可能是这种高人，一定是有别的高手躲在幕后，或者是林野这白眼狼偷了咱们厂的技术图纸，想踩着我苏建国的头往上爬，做梦！在市里的机械圈子，我苏建国还没死呢。纺织厂那批10万块的订单图纸我看过，全是高强度的飞标齿轮，必须用国标42CR墨性钢才能车出来。你去给市里几家国营钢材厂和物资局的熟人打招呼。您的意思是断他们的粮？只要在市里，谁敢卖给星火机械哪怕1斤合金钢，就是跟我苏建国作对。我倒要看看，没有钢材，他们那几台破车床能车出什么花来？交不上货，光是违约金就能让林野去跳楼。老李叔、老王、老赵，停机歇会儿，吃口热乎的再干。痛快，太痛快了！林老板，你那苏总工的图纸简直是神仙画的，把卧差余量算得死死的，咱们闭着眼睛加工都不会出废品。吃点东西，别熬坏了眼睛，别熬坏了身体。明天一早，你去市物资局提那批42CRM 军钢钢，这批齿轮对硬度要求极高，粗加工之后还需要进行淬火和缓热的热处理。放心，刚才的定金我昨天就交了，明天一早我租个卡车去拉。别碰我！抱歉，你脸上有脏东西，左边颧骨的位置，你自己擦一下。林野，机械是不会骗人的，只要你给它正确的参数，它就会给你完美的回馈。但人会，我看不见这个世界，所以我只能保持警惕。我知道，我说过，我是你的眼。你不愿意被人碰，以后这车间里谁敢靠近你3尺之内，我打断他的腿。李科长，昨天明明说好的2吨42CM 豹子钢，定金我都交了。林兄弟，真不是我不讲信用，今天一早上面的国营钢材库1两饼给我打到都不准卖给星鸿机械，你到底得罪谁了？算你狠，苏建国。接下来的3个小时，我跑遍了市郊所有的私营钢材铺和废品站，只要是能用来加工高强度齿轮的平抗钢，全部被人连夜买空或者截留了。苏建国这一招釜底抽薪，是想直接把星火机械饿死在摇篮里。老板，钢材呢？苏建国下了封杀令，整个市里没人敢卖给我们哪怕1块生铁。这个畜生，自己没本事就背后使阴招，这下全完了，没有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林野，去隔壁市调货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隔壁市的国营大厂手续繁琐，最快也要3天才能批下来，咱们等不起。吵什么？苏总工，咱们断粮了，没配橡钢，咱们拿泥巴给纺织厂捏齿轮吗？林野，我问你，你能弄到车去一趟隔壁海州市的旧船拆解厂吗？能，海州靠海，有很多拆钢厂，私人老板包的，只要有钱马上就能雇车拉货。但是去拆产厂干什么？
我们要的是精密机械钢，不是造船用的厚钢板啊！谁说我们要造船钢板了？我们要的是那些退役的苏联远洋货船上用来做巨型重型锚链的旧钢材。苏总工，您没开玩笑吧？锚链钢那种用来拴船的铁疙瘩，杂质多的要命，里面全是锰元素，怎么能用来做高精度的齿轮？你们觉得不行，是因为你们不懂热处理的极限。苏联货轮的重型锚链用的是低氮钋明钢，虽然硬度不如42 CRM， 但只要通过一种极限的碳氮共渗处理，再配合阶梯式的双重淬火工艺，它的表面硬度和内部韧性不仅能达到纺织厂齿轮的标准，甚至能比德国原厂配件的抗疲劳强度还要高出 15%。 买不到好钢，我们就用烂钢锻造神兵。生炉子，今晚我亲自给你们倒热处理温度曲线。卸货，快！这是我在海州旧浆厂花了3倍的价钱，硬生生从切割底下抢回来的苏联老古董。苏总工，炉温已经到了930度。高工钢最怕金里粗渣，一旦温度失控，这批毛坯就会变成脆如玻璃的废渣。我把全部的身家性命，甚至星火机械的未来，都多在了这个女人的耳朵上。投渗碳剂和催化剂，关炉门，保温3个小时。开炉，准备第1道淬火。你疯了，烫！放手！苏总工，淬火油槽准备完毕。苏总工，再不淬火，硬度就上不去了。我说没到，下油槽，快！30秒后捞出，转入全程会倒出，转入盐浴炉进行280度等温淬火。62度！老天爷啊，这可是用最烂的锚链钢打出来的，不仅硬度超过了德国原厂的 HRC58， 而且表面硬化层深达 1.5毫米，内部依然保持着极高的韧性。苏老公，这是奇迹，您是真神仙！机器装箱，林野，去纺织厂。兄弟们，装车！今天咱们去打烂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老孙啊，遇到这么大的难处，怎么也不跟老哥我说一声？苏厂长怎么有空过来了？听说你被几个招摇撞骗的私人作坊骗了。那个林野以前是我厂里的工人，因为弄坏了进口机床被我开除了。你把10万块的单子交给他，这不是把省一纺厂往火坑里推吗？这是我连夜让厂里几个老师傅赶出来的。虽然达不到德国原厂的精度，但应急让机器转起来，把这批布赶出来，绝对没问题。不过，亲兄弟明算账，这批外包的活儿，咱们2家得重新签个合同，价格嘛，得在原基础上上浮30%。好，我签。孙厂长，星火机械如约交货，没迟到吧？林野，你还有脸来？全省的合金钢都被卡死了，你拿什么交货？一堆泥巴吗？这颜色不对，这不是42 CRM， 这是什么材质？苏联远洋货轮重型锚链退役钢材，辅以碳氮共锌与阶梯双淬火工艺，表面硬度 HCR62，抗疲劳强度超过德国原厂配件15%。放屁！
用毛链那种垃圾废钢打齿轮，你他妈疯了！老孙，你千万别听他的，这破铜烂铁一装上去，你的机器就彻底报废了。上机，组装。孙厂长，开机。天哪，这声音，这传动效率不仅能用，而且比德国人原厂设计的还要好。这热处理工艺，这简直是神技呀！苏厂长，真是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一趟了。你想掐死我，下辈子吧，带着你的破铜烂铁滚回你的接床厂。你，林野，你别得意的太早，就凭你一个野路子，绝对弄不出这种工艺。你背后到底是什么人？当年你偷走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亲手一样一样的拿回来。洗干净脖子，等着吧。滚出来！半年没发工资了，我们要吃饭。施密特先生，外面的工人都被煽动了，您别介意。只要合资协议一签，第一机床厂所有的地皮、厂房、设备就全都是克鲁默的了。至于那些工人，我会直接拿出一笔钱让他们买断下岗，绝对不会给贵公司添任何麻烦。只要您答应给我的德国绿卡和那笔海外干股能顺利兑现，一切都好办。苏厂长，地皮和那些落后的设备，克鲁马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刚才给我看的那份多轴联动数控底座的设计图。这图纸上的设计理念非常超前，甚至比我们德国现有的某些结构还要精妙。但是这份图纸缺少了最关键的3个核心洞察参数，没有这3个参数，这只是一张废纸。苏厂长，我需要你造出一台实体样机，或者补足这3个参数，否则合资免谈。我懂个屁的参数！当年死老头子防着我，根本没把最核心的数据写在纸上。整个一机厂现在连个能看懂这图纸的高级工程师都找不出来，更别提造洋机了。施密特先生，您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一定把参数补齐，把样机造出来给您看。姐夫，咋办啊？咱们厂现在连买铁皮的钱都没了，谁能给您造样机啊？去城北，现在市里唯一有能力加工出这种级别配件的，只有林野的星火机械。你想办法找几个生面孔的皮包公司，把零件拆散了，高价外包给他们。是，只要他们把散件造出来，咱们自己组装。林野，怎么了？把这4份订单的散件图纸在脑子里拼起来，底座、滑块、4副支架、传动头，告诉我拼出来是什么？这他妈的是多轴联动数控床的核心底座总成，而且这图纸的走线和设计风格跟你当初给我的那张改良版一模一样。不一样，这是我爷爷当年的出口，它有3处致命的设计缺陷，也就是缺失的核心公差参数。当年爷爷发现后，还没来得及修改，图纸就被偷了。苏建国，这老王八蛋把国有资产掏空了，现在想用老爷子的图纸去跟外资换骨头吃。他还想让咱们当免费的劳动力替他造洋机。不接，把订单退回去。退回去太便宜他了，他不是想要样机吗？咱们不仅接，我还给他加点料，我要让他在外资面前摔个粉身碎骨。姐夫，查清楚了，
去星皇机械下单的人被林野识破了，我花钱买通了星风的一个门卫。您绝对想不到他是谁。苏静，真的是你？难怪林野那个野路子能修好德国机器，难怪星火在纺织厂能用废弃毛炼钢打出神级齿轮。这一切都是因为老头子把真正的机械绝学全部灌输进了那个瞎子的脑子里。他的眼睛瞎了，但他的心没瞎，他什么都知道。姐夫，咱们怎么办？林野现在可是市里的明星企业家，咱们弄不过他呀。林野是个硬骨头，但苏静是个盲人。星火机械没有了苏静，就是一具空壳。只要那个苏静没了，老头子的秘密就永远埋进土里了。这合资的几千万就是我一个人的，你亲自去办，找几个亡命徒，制造一场工业意外。我要让他消失。3号龙门张厂的导轨缺油了，声音发涩。我马上叫人去加润麻油。尘埃落定了。苏静！老板，李厂长，天车掉下来了，快救人！林野，别乱摸，首长。老赵，带人把天车操作室堵死！那个戴鸭舌帽的，必须给我抓到他！啊！林野，我说过，只要在我3尺之内，天塌下来，我也替你扛着。骨头没断，伤及了部分肌肉和微小血管，没有切断动脉。李叔，去车间急救箱拿止血绷带，不能把铁块直接加压包扎，马上备车去医院。苏建国，你们以为砸碎的是星火的总功？不，你们砸碎的是我对这个世界最后一丝容忍的底线。林野，你护我周全，我向你保证，我会让苏建国，还有所有想毁掉我们的人，付出代价。老板，那小子招了，他是个身上背着案子的烂赌鬼，我揍了他一顿，他全说了，是王胖子给了他5万块钱，让他制造天车脱落的意外，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砸苏振公。王胖子，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搞出人命，背后绝对是苏建国指使的。这老畜生太毒了！老板，咱们报警吧，就算没有直接证据抓苏建国，也能先把王胖子送进去。不能报警。那个杀手是个赌鬼，王胖子既然敢找他，就一定握着他的把柄。一旦报警，苏建国绝对有办法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王胖子身上，甚至做成单纯的操作失误。对付苏建国这种把权力和名声看得比命还重的人，用暴力或者法律的边缘手段，太便宜他了。我要他身败名裂，我要他在全省领导和外国资本面前失去他引以为傲的一切。好，听你的，咱们就让他爬到最高的地方，再一脚把他踹下去。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治好你的眼睛。星火机械现在账上有300万的流动资金，我托省医房厂孙厂长的关系，联系到了北京同仁医院最顶尖的眼科专家，还有一位从俄罗斯请来的神经修复外援。我的视神经受损10年了，苏建国当年找医生看过，说根本治不好，只会慢慢变成全盲。那是苏建国在骗你，他怕你治好了眼睛，看穿他偷图纸的烂事儿。北京的专家看了你的病历，你当年只是高烧引发的急性视神经炎，如果及时用药完全可以痊愈。虽然被苏建国耽误了10年，但只要进行角膜移植和神经微创修复，有80%的几率重见光明。如果手术失败了呢？如果失败了，我林野这辈子就是你苏静的眼，你指哪儿我打哪儿。但我知道你想亲眼看一看，看看苏建国跪地求饶的倒霉样，看看那些被你亲手设计出来的大国重器，到底有多美，对吧？好，我们去北京。准备好了吗？会有一点微光，慢慢睁开。苏静，别怕，慢慢睁开。能看见吗？我看见了，你让我看见了。看见了就好，看见了就好。去商场。好看吗？好看，好看的想把你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藏不住了。算算时间，苏建国和德国克卢珀集团的合资签约大会应该就在这几天了吧？就在明天上午10点，省城国际会议中心，市里的头头脑脑都会去。苏建国包下了最大的宴会厅，准备搞个极其隆重的签约仪式。他那个底座的3个核心参数补齐了吗？他上哪儿补去？他拿了一堆伪造的数据去糊弄德国人。史密特也是个半吊子，看着那张震撼的图纸，又急着拿回馈，居然真的信了那些捏造的数据，准备明天当场签合同，富裕付款。拿伪造的数据贱卖国去换他自己的绿卡和荣华富贵。走，回省城，明天我去教教他那3个参数到底该怎么写。女士们、先生们，施密特先生，今天是我们第一机床厂走向国际的重要时刻，我们将以全厂最核心的、独步全国的多轴联动数控底座专利技术作为技术入组，与克鲁堡集团苏静。苏厂长刚才说要用全厂最核心的专利技术入股，拿着偷来的图纸捏造3个虚假的参数，就想把国家的资产卖进你自己的药道。苏建国，你的吃相真难看。苏静，你的眼睛你怎么可能看得见？你不是个瞎了吗？托你的福，10年来你故意拖延我的病情，想让我变成一个真正的废人。可惜天不遂人愿。苏厂长，这位美丽的女士是谁？她刚才说图纸是偷来的，参数是假的。史密特先生，您别听这个疯女人胡说八道！保安，把这2个寻衅滋事的给我轰出去！施密特先生，我叫苏静，星火机械总工程师。你手里那份图纸是我爷爷苏振华的初稿。苏建国根本不懂机械，他给你的那3个所谓的核心公差参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分别是 0.12毫米、H7J6 的配合公差，以及15度的倒角，对吗？你怎么知道？这3个参数是昨天苏厂长刚补交给我的绝对机密。因为那是苏建国按照国内最普通的接床标准生搬硬套编造出来的垃圾数据。
如果你们克鲁河真的按照这3个参数去制造样机，当自浮电机转速突破3000转的瞬间，底座的共振频率就会和主轴产生重叠，主承重滑盘会在运行的第70个小时发生不可逆的疲劳断裂。这就是这套图纸最致命的设计缺陷，也是当年我爷爷为什么没有将这套图纸投入使用的原因。你撒谎！你血口喷人！施密特先生，这图纸是我在厂里的保密柜里拿出来的，上面有第一机床厂的钢印。她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机械？我不懂。我爷爷防了你一辈子，你以为他不会在图纸里留死门吗？苏建国，你这个骗子、小偷！我们克鲁伯会向大使馆提出抗议，我会让你把牢底坐穿！不能抓我，我只是为了厂子好。静静，我是你爸呀，你救救我！那图纸既然是你爷爷画的，你肯定知道怎么改，对不对？你配提爸这个词吗？当年你偷走图纸，任由我在黑暗里自生自灭，为了掩盖真相，你把我像垃圾一样抵债给林野。几天前，你甚至买通天车驾驶员，想要在星光车间里害我。苏建国，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陈市长，这里面有苏建国这3年来转移第一机床厂千万资金的离岸账户流水，有他利用皮包公司倒卖国家统购钢材的证据，还有几天前制造星火机械天车坠落事故的那个凶手画押按手印的口供，背后指使人就是苏建国和王胖子。简直无法无天！公安局的同志呢？把这2个国家的蛀虫立刻给我拿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林先生、苏女士，既然真正的技术在星火机械手里，我们克鲁伯依然非常有诚意。我们可以出资5000万收购星火机械51%的股份，并且高薪聘请苏小姐担任合资公司的技术总监，如何？施密特先生，我爷爷画下这张图纸，是为了让中国的机床脊梁挺起来，不是为了给外国资本打工的。星火机械绝不出售控股权。如果我们合作，只有一种方式：技术在手，专利在我。你们克鲁摩只能作为零部件的代工厂和海外销售渠道。中国人自己的大国重工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苏女士，您赢了，我们愿意坐下来，按照您的规则谈判。苏景公，该下班了。今天李叔他们试车成功，我特意去国营饭店打包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林野，5年了，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那天晚上你说的话吗？记得，我说这天下掉下来的破铜烂铁，我来捡；大国重工的图纸，你来画。我们做到了。对，我们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咱们还赢了他们所有人。